别人嫁人图真心，我图的是有人替我伺候男人。落轿！我叫沈若浮，上京城头号废物千金，好吃懒做18年，全靠一个淡泊名利的假人设活到今天。今天我嫁的这位永安侯世子，婚前就搞大了妾室的肚子，全京城的姑娘避之不及，唯独我求着嫁嫁。上有寡嫂管家，下有妾室侍夫，我只需要穿金戴银，混吃等死。天底下哪还有这等好事？一拜天地。沈家女儿是找不到夫婿了吗？非要横在我和眼里之间，不要脸！这妾室胆子也太大了，当众不敬。听说沈家这姑娘是个软面团，淡泊名利嘛，说白了就是好拿捏。我和母亲做了18年的功课，把所有妾室都脑补成了楚楚可怜的绿茶。谁能想到，这位是个拿鞭子的炮仗。我的儿，今日是婆母对不住你。金珠姑娘知情知性，不过是太在意夫君罢了，无妨的。不无妨，我气得要死，但我人设不能塌，至少现在不能。这沈姑娘的日子难熬哟。难熬？那可未必。姑爷新婚夜去了姨娘房中，姑娘就不拦着？拦什么？嫁进来之前就知道他跟陈金珠情深似海，我累了一天，还去跟妾室争风吃醋，那我选这门婚事的意义何在？可内宅生存，无非东风压西风，您步步退让，那乃嬷嬷。嬷嬷，我好累，我要睡了。您不等姑爷回来？他要能回来，我都瞧不起陈金珠的战斗力。选秀在即，去哪儿给你找现成的夫婿？当初就不该跟着你胡闹。除了嫁人，没别的法子了。也可上山做姑子。天地良心，我爱美仪华服，喜珠宝首饰，嘴馋又嗜酒，淡泊名利都是装的。清修的苦哪吃得来？进宫更别想，老皇帝比我祖父还大5岁。娘，永安侯夫人不是快把咱家门槛踏破了吗？裴延礼婚前就搞大了妾室的肚子，这种人如何能嫁？第一，裴家大郎护驾而亡，裴家100年无虞。第二，裴夫人38艘船嫁妆，裴家吃10辈子够用。第三，大嫂管家李氏，妾室服侍床榻，我只要穿金戴银，逍遥快活。娘，您上哪儿再找这等好亲事？可女子嫁人，谁不想琴瑟和鸣？您和爹爹青梅竹马，然后呢？小公爷为堂姐冲进火海，后来呢？真心最不要紧，不如要钱来得实在。姑娘，天殿昨夜闹翻天了，陈金珠哭着要打胎，裴延礼磕破了头才劝住，天刚亮就带她骑马散心去了。很好，嬷嬷，待会儿去寿安堂把您现在这个气炸了的表情维持住。我人设不能塌，但利益不错，能不能趁机把好处捞到手，全看嬷嬷您的。裴延礼，你大婚日给我的见面礼，我可得好好守一守肚子。我的儿，这2日委屈你了，待延礼和那狐妹子回来，我必好好整治他们。
抢，别人欺负到头上都不吭声儿。老奴已经安排人清点嫁妆了，昨日花轿还在门口，嫁妆点完我们就走。哪有新嫁娘第2日就回娘家的？哪家妾室大婚给主母推鞭子？哪家敢妾府？哪家夫君新婚夜跟妾室私奔？咱沈家脸面也不是地上的泥。婆母，按理弟妹房中事，儿媳不该多嘴。可我一想到日后宝珠出嫁，若遇到这般……呸呸呸！我们宝珠是心头肉。这是母亲早吩咐分给2弟的私产账册，您看看可有纰漏？那孽障友情饮水饱，要什么私产？这些全给阿福，去庄子泡温泉也好，去铺子买衣裳首饰也罢，当我替眼里赔罪了。那若服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3间铺子，2个庄子，黄金800两。姑娘早知道会有这一遭。嬷嬷说什么？阿福听不懂。老奴只是没想到您跟林大姑娘多年不见，还这么默契。淑云姐姐守寡不易，她自小寄养在我外祖家的事，再不许提。笑话！要不是为了淑云姐姐，我费这劲嫁进来干嘛？有她罩着，我比在沈家还自在。现在私产到手，人设稳固，接下来只要安安心心当我的废物就好。夫人又胖了，出嫁前的衣裳都快穿不下了。都怪婆母今天送吃的来，不吃白不吃。老夫人是怕您梦出事来找世子爷的麻烦，那她可高估我了。婆母给的熨裳坊该用了，走，做新衣去。掌柜，我要的花样可别弄错了。是，姑娘放心。哎，赔礼道歉就送我一个破铺子，我不管。我的孩子不能做庶子，你必须娶我做平妻。好，好，好，都依你。沈家阿福最是好心，必不会为难你。她嫁妆多又先进母，我天生矮她一头。回府我把私产都给你，大婚日你差点毁她容貌，新婚夜又拐走她夫婿，哪两个？连本世子都得对你伏低坐下。好一个裴延礼，把给我的私产转手送给他。不是标榜淡泊名利吗？拿东西倒是不手软。世家女的嘴里，内里阴私苟且，表面道貌岸然。人设是为了过得舒服，被人设绑架，处处受制于人，那才是真实。我在自家铺子拿自家东西，用得着你说3思？金珠大大咧咧，夫人也要跟他一般见识。裴延礼，我长这么大没被人扇过耳光，他拿我铺子的东西还打我，你交代，我这就回寨子。金珠爱面子，这笔钱我私下补你，你退一步好不好？退。掌柜的，让沈氏付钱。是。我铺子里的衣裳，哪怕送给怡红院的姑娘，也绝不给这个假清高。世子爷，这铺子早在2个月前就已在夫人名下。铺子都是人家的，他还叫人付银子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骗子，裴延礼就是骗子，咱们完了。沈若浮，现在陪我去道歉，我还能给你一次机会。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机会，管好你，别来烦。你好得很，你好得很。真疼，不亏，打了2巴掌，赚了一铺子，确实不亏。可裴延礼那句“给你一次机会”，
他一个宠妾灭妻的窝囊废，给我什么机会？有事？你这小佛堂，你也知道佛经枯燥，抄累了打发时间嘛。你日日抄佛经，经书烧给佛祖了。我回府才知道，敬茶那日，母亲把我的私产都给了你，那是裴家男丁婚后惯有的分礼，多谢你保管，如今该还给我。婆母亲亲手给我的东西，你想要？我知你弃新婚夜的事，等金珠生了儿子，我跟他好好说，也未必不能给你一个亲生的孩子。你是在告诉我，用一堆家产换被你睡一觉，我还得感恩戴德？私产是婆母给我的，你想要也行，让婆母亲自出文书收回。母亲体面惯了，怎出得了这种文书？那就没什么好谈的。你走吧，我看到精彩的了。铺子里大打出手的我，佛堂里摆烂的我，刚才出口成脏的我，他全看见了。裴艳丽，你现在还觉得我好拿捏吗？天下怎会有这样的祖母？亲孙儿还未出世就不闻不问。母亲，金珠虽出身低微，但她为我付出了一切，求您允她以平妻之位入门。你们不答应，我就打掉这个孩子，反正他出生就是不受待见的庶出。我裴家庙小，哪儿只能有一个妻子。你若觉得做妾委屈了你和孩子，就喝下这碗堕胎药，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若不出身高贵，知书达理，我侯府长孙与其出自你膝下，不如由若夫亲生。母亲，金珠她怀着您的亲孙。我不要，这是我的孩子，谁也不能伤害我的孩子。妾室陈金珠，给夫人敬茶。起来吧，往后好好养胎，别再折腾了。陈金珠认输了，不，她只是暂时收了爪子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她老老实实生孩子，不来烦我就行。道长，您说我命中注定与眼里哥哥长相厮守，那个沈若佛，施主放心，贫道自有妙计。偏殿那位请的道士今日又来了，说陈姨娘梦魇得做法事驱邪。前天说胎相不稳，大前天说冲撞煞星，说1000到1万，就是离不了世子爷。姑娘就不担心？嬷嬷，今年的画本更新极快，我忙得很。佛门清净，陈姨娘是魔怔了。言官参奏眼里哥哥官匪勾结，宠妾灭妻，你们沈家搞的鬼！跟我沈家有什么关系？当初若不是我心软，捡回受伤的眼里哥哥，又对他一见钟情，我爹怎会对他毫无防备？我山寨188个兄弟被他斩杀殆尽，我爹受不了我的背叛，自刎在我面前。他是忠君爱国到宁可伤我也不徇私舞弊的人，我为他失去一切，他对我好一点不应该吗？姨娘见红了，快传府医和接生嬷嬷。我一直以为陈金珠只是个蛮横泼辣的妾室，我错了。她失去了父亲，失去了家，失去了188条人命，全因为她爱上了裴延礼。她是那个最惨的人，可此刻，她和孩子的命都在我手里。
嬷嬷，我姓王。姑娘不慌，老奴陪着。咱们无欲无求，只想偏安一隅，没事的。接生嬷嬷说，姨娘这胎凶险，问夫人，保大还是保小？保大，先保你家姑娘。老夫人在替世子爷疏通言官之事，产房全权交给您做主。大少奶奶传话说，放心按心意行事，她永远支持你。沈若夫，保孩子！我孩子若有闪失，我做鬼都不放过你！我知你是个好的，日后我的孩子，打我日打我礼，新婚夜抢我夫媳，你觉得我会对你的孩子好？裴延礼再爱你的孩子，男人总有看不到的时候。你的孩子落到我这个有救权的主母手中，你猜会怎样？你若不想等你死后，我睡你的男人打你的孩子，就给我坚强，把孩子生下来。沈若夫，你这个毒妇，我绝不让你称心如意！参汤，快灌参汤！姨娘流血不止！夫人，产妇产后体虚血崩，任谁也查不出原因。能治吗？千年老山参吊气，配上祖传秘方，未必救不回。那还不赶紧去！难得老夫人不在，姑爷也不在家，接生嬷嬷是咱们的人，神不知鬼不觉，白得一个孩子，不好吗？嬷嬷，那是一条命。唉，你为什么救我？都说了，你夫人我好吃懒做，胸无大志，替别人养孩子什么的，岂不是耽误我摆烂？多谢夫人悉心照料，金珠和孩子都安全，眼里感激不尽。嬷嬷，接生嬷嬷私下跟我说了一件事，陈姨娘像是服用了很久的催产药，这药对孩子无损，却极损母体，胎儿康健，根本不需要这味药。我查了，那催产药出自裴延礼之手，他想借我的手除掉陈晶晶，再用这场机会握住我和沈家的把柄。那他所图到底是什么？不惜利用内宅阴司，也要把咱们沈家拖进来。但我必须知道。弟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年我夫君是怎么死？姐姐，你方才说什么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弟妹，你说裴延礼中给陈金珠下催产药，这让我想起一些旧事。我夫君在世时，府中楚国好几桩喜消事，有一回他好好走路，2楼花盆无缘无故砸下来。还有一次秋猎，有人误射，箭差点射穿他的脑袋。这些事查过吗？我夫君性子宽厚，说府中下人粗心，不愿追究。可如今回头想，哪有那么多巧合？还有那次护驾，那年我刚怀上宝珠，凭我夫君对我和孩子的爱，若非不得已，他绝不会拿命去拼，除非他根本没得选。当年花灯会出了刺毒，边防是太子负责，陪在圣上身边的，除了我夫君，还有3皇子。大哥身死，裴家得百年荣宠，太子被贬自剿匪，后来死在深圳。3皇子因救驾有功，入了圣上的营。裴延礼以触景伤情为由，自请跟太子一起剿匪。后来太子死，他活着了。所以花灯会的刺客，我夫君的死，太子的死，全是他和3皇子。我说我儿素来机敏，怎会一命相拼？竟是他这个庶子！婆母，您怎么？我来看阿福，走到门口听见你们说话，我还当自己听错了。我养了他20年，他竟害死我的亲生儿子！婆母，您说养了他，裴延礼不是您亲生的？23年前，侯府走水，我被困在火中，眼看要烧死了。
是眼里的生母柳姨娘以身护我，把我从火里拖了出来。她烧伤太重，早产生下眼里后就走了。我感念她的恩，把眼里当亲儿子养大。他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他8岁那年无意中得知，我亲自跟他解释，他说他不愿，可如今看来，他把他姨娘的死算在了我头上，所以他害死我亲生的大郎，让我尝尝丧子之痛。是兄，害太子，勾结三皇子，利用陈金珠，裴延礼所图绝不仅是报复，他要的是权，滔天的权。他害死我儿，我要他偿命！婆母，现在不能打草惊蛇。裴延礼能瞒天过海这么多年，背后还有三皇子。我们如果仅凭推测就闹开，他反咬一口，我们全得陪葬。弟妹说的对，我们需要证据，铁证。婆母，从今天起，您照常吃斋念佛，不能露出半点破绽。淑云姐姐照常管教，而我也继续当你的废物。三殿下的意思，年后就动手。殿下说等不了了。裴延礼弑兄谋害太子，这要是真的，牵连的可不止裴家，咱沈家也……所以，我需要母家帮忙，暗中查证。花灯会那年的宫廷护卫记录，太子剿匪时裴延礼的行军路线，三皇子近年来的往来信函，任何一条实证都行。你外祖家是清河崔氏，朝中还有些旧门路，但此事凶险至极，一旦查不到证据，我们就是在挖自己的坟。娘，裴延礼给陈金珠下催产药，想借我的手杀他，再拿把柄拿捏咱们沈家。他已经把我们拖进局了，查不查，我们都跑不掉。我今晚修书给你舅父。多谢娘。若父，当初让你嫁进裴家，是我失察。娘，这门亲事是我自己选的，有淑云姐姐和婆母，至少不算亏。延礼哥哥，你这些日子总是早出晚归，到底在忙什么？朝中的事你别操心，把身子养好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听下人说，你跟三皇子走得很近，炎阳哥哥，我不想你出事。金珠，你只管放心，等一切都定下来了，我给你名分，给咱们儿子最好的前程。沈洛甫，你最近似乎安分了许多，可我总觉得这个女人没那么简单。速查。舅老爷的回信到了。花灯会当夜，太子亲率300进军布防，但在刺客出现前半个时辰，有人以圣上口谕调走了北侧100禁军。传口谕的人是裴延礼的贴身侍卫。太子剿匪时，裴延礼负责押送粮草，粮草延误3日，导致太子孤军深入，正中山匪埋伏。太子战死当晚，裴延礼才姗姗来迟。三皇子府邸近半年频繁出入一名幕僚，此人曾是裴延礼在军中的旧部。三皇子与裴延礼表面无交集，暗中往来密切。烧了。证据链还差最关键的一环，裴延礼和三皇子的直接书信或密会证人。光凭旁证，圣上未必会信。那怎么办？跟踪世子爷？裴延礼疑心极重，咱们的人跟不住他，得让他自己露出马脚。嬷嬷，你说，如果裴延礼以为他的计划即将败露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立刻联络三皇子商议对策。那我们就给他一个即将败露的假象。裴延礼，你把所有人都当棋子，可你忘了，棋子也会翻盘。计划是这样，我让人在裴延礼能听到的地方，不经意提及有御史在查花灯会旧案，他一定会慌，第一时间联络三皇子。然后呢？舅父已安排人盯住三皇子府邸，裴延礼一旦秘密前往，我们就有了他与三皇子密谋的人证。万一他不去三皇子府，
而是派人传信呢。所以我们还需要一招断他的信使。婆母，裴岩里的贴身侍卫，您可有法子调开？我养了他20年，他身边的人哪个不是经我的手安排的？听我家老爷说，朝中有御史翻出了花灯会的旧档，好像牵扯不小，连裴家都被提到了。花灯会的事不可能查到我头上，除非……来人，备马！我今夜要出府。爷，老夫人刚传话，说您贴身的几个侍卫明日一早要陪她去寺中还愿，今晚都歇了。那就备便装，我一个人去。上钩。你深夜来此，不怕惹人注目？殿下，有御史在翻查花灯会旧案，消息可靠？消息可靠，府中下人亲耳听到的。殿下，当年的事若被翻出来，慌什么？那些禁军早就被打散调往边关，死的死，散的散。只要你我咬死不认，谁能翻出铁证？可太子剿匪那桩，粮草延误的记录还在兵部存档。兵部的人我会处理，你把你那个幕僚支走，最近别再来找我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裴延礼，你府上那个心契，沈家的女儿，安分吗？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。殿下放心，待遇如此。昨夜亥时3刻入，子时1刻出，人证、时辰、路线全记下了。够了，传信给舅父，让他把所有证据整理成册，密封，交到淑云姐姐手上。姑娘，这案子一旦递上去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裴家满门，嬷嬷，裴延礼杀了大哥，害了太子，现在还和三皇子密谋。如果我们不动手，等他们先动手，死的就是我们。裴延礼，你大概做梦也想不到，你精心挑选的废物妻子会成为你的掘墓人。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安安静静看画本，接下来就是淑云姐姐的战场。花灯会禁军调防记录，粮草延误的兵部存档，裴延礼密会三皇子的人证口供，足够了。淑云，这鼓一敲，裴家100年声名毁于一旦。婆母，夫君死得不明不白，若不讨回公道，儿媳死不瞑目。去吧，你大郎的冤屈不能再压了。姐姐，敲灯文炮告御状，一律先受30杖。你身子……弟妹，我等这一天等了3年多了，30杖算什么？那我陪你去。夫君，你护了我一世，如今换我护你。姑娘别急，大少夫人急人天下。我不是急淑云姐姐，我急的是裴延礼今天格外安静。他每日都要出门办差，今天到现在没动静。是不是察觉到什么？来不及了吗？那是永安侯府的大少夫人，她要告御状，敲灯闻鼓，先受30杖啊！何人击鼓？
永安侯府长媳林氏状告永安侯世子裴延礼弑兄谋害储君，勾结皇子，图谋不轨。来人，行杖！让开！世子爷这是去哪儿？公务在身。公务？我怎么听说三皇子府今早多了好多御前侍卫，把门都封了呢？你跑不掉的。你做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做，是淑云姐姐替她的夫君敲了登文。奉圣旨，永安侯世子裴延礼涉嫌弑兄通敌，即刻押入天牢候审。史若夫，我小看你了。确有裴延礼侍卫的署名，兵部粮草延误的记录也对得上。太子孤军深入，正是因为粮草断了3日。太子，朕的太子，居然死于……好一个裴延礼，好一个三皇子！传朕旨意，花灯会剿匪密会，查得这么清楚。沈若甫，你不是好吃懒做吗？你不是淡泊名利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原来你才是那个最会演戏的人。从头到尾，裴延业被一个废物算计了。姑娘，嬷嬷，我在想陈金珠，她为裴延礼失去了父亲，失去了山寨，失去了一切。如今裴延礼又要死，她怎么受得住？府医说过，她心脉受损，再受大刺激可能会疯。那要不要瞒着她？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，但至少不能让她知道全部真相。裴延礼利用了陈金珠的真心，这个真相比她的死更残忍。裴延礼，你可知罪？臣不知，臣何罪之有？花灯会调走禁军，延误粮草致太子殒命，暗中勾结三皇子，你还敢说不知？裴延礼，我夫君为你挡过刀，教你骑马射箭，你就是这样回报他的。大哥是为陛下护驾而亡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来人，传裴延礼原贴身侍卫周勇。小的诏。花灯会那晚，是世子爷命小的持假口谕，调走了北侧100禁军，小的不敢不从。周勇，你世子爷，小的全家老小都在京城，小的不敢再替您隐瞒了。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裴家。大哥性子憨厚，做不了后援。裴家6代中人，不能断在他手里。他是你亲大哥。他不是，他是嫡出，我是庶子，同一个屋檐下长大。他锦衣玉食，万众瞩目，我只是那个姨娘的儿子。据说把我当亲儿子，可裴家的一切凭什么都是他的？我比他聪明，比他能干，比他狠，凭什么？朕的太子也是你为了往上爬而害死的。够了！裴延礼，周勇已招认你调动禁军谋害太子，你还有何狡辩？陛下，周勇之言不可信，那是受了沈若肥的指使。沈氏入府以来，不守妇道，贪财暴食，私吞侯府宫中财物。他沈若夫因心存怨恨，故意构陷亲夫。这种毒妇所言，岂能当作呈堂证据？陛下若信了他，才是被这假面人给骗了。世子爷，我是爱才，
也爱吃。毕竟，若是不多吃点，哪有力气盯着你那些在背地里干的脏事？住口！除了抄佛经就是吃灵体，你懂什么？我是不懂，但我懂得怎么算账。这是臣妾在裴家抄佛经时，不小心从师姐的书房暗格里借来的账目，里面清清楚楚记着这3年来世子爷私下里卖了多少的线路，又给兵部侍郎送了多少万两白银来掩盖金粮的下下。裴延龄，不仅汉镇的太子，还把大兴的江山当成你的生意场了。这正文我明明所在。裴延礼，朕再问你最后一个，卖官的银钱除了你自己，还流向了谁的口袋？陛下，陈昭是有刺客，快护驾！这金九品，快护驾！拿下！给朕通通拿下！哎呀，我的橘子，这可是刚进贡的，可惜了。陛下，这刺客竟然敢当殿杀人，定是想灭口。臣建议立刻将其处死。三皇子急什么？这刺客采了臣妾的橘子，臣妾还没问他赔呢。再说了，他这一死，世子爷刚才没说完的话，可就真没人听了。是三皇子，令人贪灭军饷，弑杀太子。刚才这杀手也是他的人。父皇，儿臣冤枉。冤不冤枉，去宗人府说吧。裴先生，有人来看你了。别看了，没下毒。圣上判了你灵职，明儿个才行刑。今晚这一餐得让你吃饱了上路。御膳房的手艺还是差了点火候，糖放多了。为什么？说了糖放多了腻。我问你为什么能识破我？华灯会到剿匪，从禁军调令到私产账本。沈若甫，你整天除了吃就是睡，是怎么拿到的证据？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盯着我的？世子爷，你觉得我懒，是因为我懒得去争那些你视若性命的虚名。可我再懒，也不想让一个弑兄害命，连自己枕边人和孩子都能算计的疯子，整天在我跟前晃悠。剩下的肉记得吃完。你们这些奸杀的！圣上有旨，裴延礼通敌叛国，裴家满门查封，家属流放3000里。官爷，孩子还小，受不了边陲之苦，求您通融。带走。士兵，按您的意思，除了那个三皇子，其余家眷都先扣在京郊驿站。统领辛苦了，这是我摆烂期间攒下的一点碎银子，统领拿去给兄弟们买酒。那个林氏是我大嫂，她性子里最受不得脏乱，还请统领在公文上辩称一下，就说她早已被休，或是身子骨弱，准她留京查看。若甫，你不是回沈家了吗？沈家太吵了，我爹忙着领赏，我哥忙着加官进爵，我嫌烦，还是觉得嫂嫂管的家最清静。喏，圣旨下的特赦，我跟皇上说了，你这些年操持侯府，对裴延礼那些安杂事一概不知，甚至还多次劝诫。皇上感念林家忠烈，准你自立门户。若甫，我以前还觉得你性子懒散，不配当这侯府主母，没想到最后救我的居然是你。嫂嫂快别煽情了，我救你是有私心的。裴延礼给我留了那么多铺子和庄子，我也懒得理。往后我吃什么穿什么，怎么摆烂，可全指望嫂嫂替我打理了。你若走了，谁来替我伺候？不对，谁来替我干活？沈家父子平乱有功，忠义可嘉，特赐黄金1万两，良田1000顷。即日起交出西北军帅印，回京颐养，非诏不得出京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颐养，这是要把咱家当金丝雀养死？小兔死，走狗烹。三皇子还没定罪，皇上就急着收爹的兵权，这是怕咱们沈家变成第2个裴家吗？裴延礼那句话说对了，
如今裴家倒了，这京城确实太安静了。爹哥，别在这感慨了，人家想要咱家的米，咱给人家个笑话不就行了？若甫，刚才公公来过，你怎么还有心思玩这些？沈家现在可是如履薄冰。嫂嫂，这你就不懂了。皇上怕的是那个能带兵打仗的沈家，可如果沈家只剩下个败家仔和一群烂泥，他自然就放心了。沈家父子入京后在干什么？回皇上，沈老将军闭门谢客，自称救急复发。沈从安在教小侄子练剑。那沈若甫呢？沈姑娘她包下了醉仙楼，请了全京城的戏帮子，连唱3日，还放话说明天要把裴眼里司库里的珠宝全砸了，幻想好戏看。说庆祝自己终于不用伺候男人了。荒唐，这丫头倒是真没心。姑娘，快起来，宫里传旨了。嬷嬷，我说了，就算是圣上要赏我金子，也得等我睡醒了再办。别睡了，圣上不是要赏金子，是要赏你个名分，说是要纳你入宫，封你做臣妃。什么？入宫做妃子？是啊，说是表彰沈家肃清叛逆有功，这是天大的恩赐。恩赐个屁！入宫了，是不是每天得卯时起床给皇后请安？是不是得穿着几十斤重的朝服在那跪着谢恩？是不是还得等那个老头子翻牌子？万一他半夜想跟我探讨人生，我还睡不睡觉了？这重点是这个吗？沈老将军，这可是陛下头一遭开恩，纳2婚之妇入宫，还是高位。沈姑娘福气在后头呢。公公慢着，这福气太沉，我脖子细，支棱不住。沈姑娘，你这是何意？这可是圣旨。公公有所不知，臣妾在侯府受了惊吓，如今日日发梦，梦里全是裴眼里找我索命。臣妾还得了怪病，见不得日光，一天非得睡够10个时辰，否则就会原地抽风。这沈姑娘是怎么了？公公，告诉皇上，臣妾这副残躯入宫怕是会冲撞了龙气，臣妾余生只求清静，最好是能去个没人的庄子，自生自灭。若甫，你这出戏，圣上未必会信。他纳你，是想把沈家的软肋攥在手里。他想攥也得看我给不给。爹，既然他想纳我，说明他现在还不敢直接动沈家。他要我入宫，我就陪他好好演个戏。到底是和离过的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这位姐姐说的对，规矩这玩意儿哪有肚子重要？公公，这茶太淡，有没有加了蜜的酸梅汤？若甫，朕正欲拟旨，你此时在看什么？陛下，臣妾在看那条红色的。哦，此乃西域赤鳞，极具灵性。你觉得它像什么？像极了一盘浇了糖醋汁的红烧鱼。抓到了，陛下，这就是臣妾送您的入宫大礼，亲手抓的加餐。这金簪导热款，不愧是御赐之物，好用。陛下，您纳臣妾入宫，不就是想让沈家安心吗？臣妾进了宫，别的不够，这宫里的鱼呀、鹤呀，还有那几只讨仙的红蟹，臣妾都能帮您操作。这是在要挟朕！臣妾哪敢？臣妾只是在展现真实的自我。陛下，您看臣妾这吃相，要是放在陈妃的位置上，皇室的脸面，怕是得跟这鱼头一样被啃得稀碎。陛下，沈姑娘如此放浪淫害，毁坏玉物，理应重罚。好一个沈若甫！沈姑娘，听说你在父皇的选妃宴上
烤了一条赤鳞金鳞。回殿下，臣妾嘴馋，见那鱼长得红活，以为熟了，没忍住。可是本宫记得，那锦鲤入药，最是能解裴家密室里常年燃烧的迷香之毒。你抓鱼是真的馋，还是为了清醒清醒，好去搜那份账本？殿下说什么？臣妾听不懂。臣妾只知道裴延礼谋害先太子，死有余辜。裴延礼确实该死，他太贪了，总觉得能靠三皇子翻身，却忘了这京城里的风向，有时候是需要一点废物的掩护才能看清的。你说是吗？嬷嬷，你看，姑娘，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划痕吗？不，这是五皇子幼时开蒙，圣上亲赐的印章形状。裴延礼所有的书信往来，看似是给三皇子的，但每一封的回信暗戳都是这个，咱们都被骗了。裴延礼一直以为自己在帮三皇子夺位，其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替五皇子扫清障碍。三皇子的冲动，先太子的意外，裴延礼的服飒，每一步都在这位温润如玉的五皇子算计之中。那他今日召见姑娘，他在示威，他在告诉我，他知道我不仅是个吃货，还是那个背后推手。他这是看上我这块招牌，想让我替他继续演这出沈家败家女的戏。嬷嬷，以前我觉得伺候裴延礼那种蠢男人已经够累了，现在这位，他是想让全天下都做他的奴才，想当操盘手，那也得看我沈若飞愿不愿意当这颗棋子。沈若甫，本宫没耐心看你继续装疯卖傻。这通敌的罪名，只要本宫想，它就是真的。沈家130余口人的命运，换你一句配合，这买卖你稳赚不赔。殿下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睡个安稳觉。为了能躺平，我忍了裴延礼2年的恶行，演了3年的混账。原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混过去了，我不怕。你这是在威胁朕吗？你就不怕朕赐你死罪？可你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扒开我的眼皮，逼一个想睡觉的人睁眼看着肮脏的世界。殿下，你这储君之位未必在你。大逆不道！沈家兵权已交，你拿什么跟本宫？把粮食都搬上车，动作快点！爹，行李不用收拾了。既然太子想玩大的，那我们就让他知道，这京城的肚子到底在谁手里。动用我留在海外商路所有的银号，从这一刻起，不论成色，不计代价，高出市价3成，扫空京城周边500里内所有的粮行。姑娘，那可是泼天的银子。裴延礼司库里那几百万两银子放着也是生气，全砸进去。我要让这京城的粮价3日之内翻10倍，让那东宫的锅里连粒米都见不着。只要这边的乱子再闹大一点，父皇就不得不准许本宫接管沈家留下的那只精锐。到时候，这天下半数兵马皆入本宫麾下。殿下，出事了！原本定好今日入营的3000担军粮被扣下了。沈若甫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边境方圆100里的粮草，竟然一夜之间全挂上了沈氏的招牌，你可知耽误军机是死罪？薛大人，死罪太重，我这脖子细，支棱不住。我只是个做小生意的，这兵荒马乱的，粮草涨个10倍20倍，不是很合理吗？哦，忘了告诉殿下，我不仅买下了这里的粮草，连运粮的骡子和车夫也都签了沈家的卖身契。你想造反？造反多累啊，还得早起。我只是觉得，既然殿下想在边境制造混乱来夺我爹的兵权，那这出戏总得有人买单。殿下想要兵，我要银子，这叫公平交易。
沈姑娘说了，若服，只要您能在这份承认沈家军清白的文书上盖印，那粮草今晚就能入营。否则如何？否则，他说边境的将士们饿肚子吃小，万一饿得没力气打仗，让敌军破了关，有护国不利的罪名，怕是要殿下亲自来扛。姑娘，您这回是彻底断了太子的念想。万一他狗急跳墙，他不敢。一个连肚子都管不饱的将军，谁会跟他去跳墙？传令下去，明天粮价再涨2成，我就不信他那东宫的司库能撑几天。姑娘，按您的吩咐，咱们放出了南方盐税账本丢失，各大钱庄银根缩紧的消息。现在京城里那些小钱庄都慌了，纷纷开始回笼资金。慌了好啊，水不浑怎么摸大鱼？太子在京城那几个挂名万历的司库，现在什么动静？他们为了维持边境军需和收买大臣，手里压了大量的正洋银票，现已极度空虚。那我们便趁此机会重伤五皇子。太子爷，如今京城各大钱庄都不肯兑现现银给万历。你是说，现在京城所有的钱庄都不肯兑现现银给万历？是，说是沈家那位姑娘放话，谁敢给万历兑银子，沈氏商户就断了谁的海外货源。殿下，咱们在南方的生意急需现银填补亏空，否则那几座金矿的私兵就要闹响了。哎呀，这万历钱庄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这几十万两的嫁妆存在这儿，怎么今天想提点银子买胭脂，他们就推三阻四的？该不会是没银子了吧？沈姑娘都提不出钱，那咱们的血汗钱肯定响了，冲啊，提钱！殿下借了100两银子，想要堵住势头，那我就抽走他底下的那1两银子。老谢，等万历撑不住，开始低价抛售铺子和地契时，咱们沈氏商号全盘皆输。姑娘这一招买空卖空，不仅搬空了太子的金库，还让他倒欠咱们沈家一屁股债。只是这银票危机，万一伤了民生……放心，我买下来的铺子照样开门营业，只是老板换成了我沈若夫。我得让殿下明白，没钱他连那身龙袍都租不起。殿下，沈家把咱们在京城所有的暗抓生意都低价吃了，咱们现在连给禁军的封口费都拿不出来。沈若夫，你竟然用裴眼里的赃款抄了本宫的价！嬷嬷，人呐还是不能太贪。太子想吞天下，结果连家里的米缸都保不住。这下好了，他没钱折腾了，我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。姑娘，您这觉怕是睡不长，圣上那边估计要宣您进宫谈谈心了。谈心多累啊！小殿下，哭鼻子费力气，吃块甜的，觉睡得香。沈姐姐，他们说你是大魔头，搬空了东宫的金库。胡说，我那是帮东宫减负，钱多了压手，觉睡不好了。乖，南嬷嬷，这糕点收好，以后有人欺负你，就来沈府找我。陛下，救命啊！臣妾为了帮陛下清理裴眼里留下的那些不义之财，把家底都赔进去了。现在全京城都骂我是奸商，臣妾心里苦啊！沈若夫，你搬空了本宫，搬空了万历钱庄，还敢喊冤！殿下慎言，万历钱庄那是经营不善，臣妾是看在大家同僚一场，才含泪收编的。陛下，臣妾现在手里攥着京城3成的地契和8成的粮禄，这些臣妾想都没想，全都要献给陛下。献给朕？是，臣妾是个懒人，管不动这些。只要陛下给臣妾一份特许经营的文书，再划出2成收益给西北和边境的将士们发军饷，剩下的全是陛下的内库银子。只是这些铺子以后得挂在内务府名下，免得总有人惦记臣妾这点养老钱。姑娘，这几千万两的生意，您就这么随手给了皇上8成？这叫投名状。皇上拿了钱，就会觉得沈家是他的摇钱树，而不是威胁。而且剩下那2成，我全挂在了那个小皇子的名下。太子越是想争，皇上就越会觉得他野心勃勃。咱们这位5皇子离那张龙翼越来越远了。
沈若甫，你不仅要我的钱，你还要断我的储君路。既然你扶持那个杂种，那本宫就让你们一起死在南疆。姑娘，后头那2拨人跟了咱们50里地了，刀口都藏在草席子底下，怕是东宫那位派来的死士。嬷嬷，大热天的，杀人也费劲。传令下去，沈氏粮铺今日大酬聘，前方凉棚免费供应如意翡翠酥，见者有份。是，姑娘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沈家大小姐大发慈悲，新出炉的翡翠酥不仅免费吃，还送凉豆浆。路过的别错过，吃了有劲儿赶路啊！吃吧，沈若甫就在眼前，咱们吃饱了再动手。干2块，速战速决。这沈家点心真甜，就吃完怎么眼皮？这药量下得重了点，这得睡到后天去。姑娘，这些死士如何处理？杀了？杀人多脏，每人脸上用墨汁写个吃饱了再杀，再把他们身上的银票从搜刮了。毕竟这翡翠酥里加的蒙汗药也是要钱的。姑娘，刺客也得吃饭，这行当太苦，连个免费试吃都经不住诱惑，回去怎么跟武王子交代？姑娘，这江宁商会分明是拿了太子的好处，诚心给咱们下马威呢。课税翻倍，挺好。既然他们这么喜欢钱，那我就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嬷嬷，进城去最大的酒楼包场。是，小姐。老谢，把裴延礼在南方藏了5年的眼影全部放出去，但记住，只卖票据，不交现货。姑娘，这是要玩空手套白狼？太子想在南方养兵，最缺的就是现银。江宁商会现在手里压了大量的资，正好套现，我就给他们画个大饼，让他们把所有的现银。裴氏眼饮低价割代，明日价格翻倍，预购从速。裴氏眼饮低价割代。老爷，那些盐场昨晚全被沈家拿着圣上的特许经营文书给封了，咱们手里的这些票据现在就是一堆废纸，咱们所有的现银都压在里面了。明天给太子的军费要是发不出，沈姑娘，沈祖宗，求您开恩，按原价收回这些盐引吧。江宁商会愿从此为沈家马首是瞻。哎，赵老爷，大清早的跪着多了，我这人最心软了，原价是不可能的，3成价格，爱卖不卖。姑娘，您这3天怕是把江宁商会100年的基业都搬空了。搬空了才清静，没钱，他们就没力气给太子跑腿。走吧，去下一站。忙活了大半个月，总算能找个正经地方闭眼了。嬷嬷，这竹帘子得在后些，我见不得太刺眼的阳光。若甫，这宅子光是暗哨就布了3层，每日开销惊人。你真打算就在这儿睡一辈子的觉？嫂子，我睡觉的时候总得有人帮我听听这世上的响动吧。姑娘，海外商路的信到了，这些人现在正被排挤，家口都快糊不上了。读书人清高，饿着肚子怎么清高？老谢，以绵原主人的名义给这几位大人送去安家费，告诉他们我这缺几个教书先生和整理档案的文书。是。姑娘，您资助的那些官员已经开始在各地为咱们的商号提供便利，而且五皇子与邻国私下接触的消息也是他们传出来的。很好，那些被五皇子踩在脚底下的硬骨头，才是咱们最稳的安装。只要我这棉楼的风铃还在，五皇子在京城说的一字一句，我都得比圣上先知道。沈姑娘，老臣本以为此生报国无门，只能饿死街头。姑娘不仅救了老臣家眷，
还许以高位。老臣，陈大人言重了。您要是觉得过意不去，往后京城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您受累帮我长长眼。姑娘放心，老臣这双眼定会替姑娘死死盯着东宫。那便拜托陈大人了，我还要起身前往南疆。下官南疆布政使钱德才恭迎沈姑娘。姑娘远道而来，下官特备薄礼。这几位是南疆最有名的解语花，无论姑娘想要俊俏的后生，还是温婉的姑娘，应有尽有。还有这2箱。哎呀，钱大人真是客气。那个领头的那个高个儿，我看你手大脚大，去后院帮嬷嬷把沈家调来的几百件衣裳洗了。那个白净的小哥，腰细，适合弯腰。院子里的落叶和马厩的草，往后归你了。姑娘，奴家是来陪您弹琴喝茶的。弹琴能当饭吃，在我这儿不干活就没饭吃。去扫地去，动作轻点，别吵着我午睡。那2箱财宝，南疆边境不安稳，将士们辛苦。这2箱东西，老谢抬去给沈将军，说是本姑娘暂住的军费，让他们多吃肉，少在这儿盯着我睡觉。南疆边境不安稳，将士们辛苦。这2箱东西，老谢抬去给沈将军，说是本姑娘暂住的军费，让他们多吃肉，少在这儿盯着我睡觉。是。若夫，南疆连年征战，土地荒芜，百姓都跑光了。五皇子就是想让咱们守着一座空城饿死，想让我饿死，那他得先问问我的银子答不答应。老谢、嬷嬷，本姑娘要颁布南疆第1道政令。是。凡种粮1亩者，免今年人头税；织布1匹者，免明年全家捐税。真的假的？这新来的沈家大小姐是不是钱多烧的？沈家可是京城第1财神，看见城门口那堆成山的粮草没？只要你干活，沈家不仅免税，还按市价收你的粮。大家伙儿别愣着了，赶紧开荒去啊！姑娘，这税收全免了，咱们沈氏商号得亏多少银子啊？嬷嬷，这叫养猪计划。等百姓都有粮有布了，南疆就活了。到时候这儿就是我的地盘。五皇子想断我的粮，到时候这天下5成的粮食都得从我南疆运出去。殿下，手下人来报，若夫已经赶到南疆。与我作对，实在是太不自量力了。传令下去，你一份老东西的圣旨派往南疆，要他交出半数资产。我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胆敢抗旨。可是殿下，私自拟圣旨被发现了，可是重罪呀！再过几天那老家伙死了，我就是皇帝，难道我还怕这个？是殿下。任圣体欠安，边关急需军饷，沈家受国厚恩，理当表率。着沈若弗即刻上缴裴氏余财及海外商后半数资产，充盈国库，以全忠义。沈姑娘，接旨吧。哎呀，我的手，它不听使唤了！沈姑娘，休要御前失礼，你这是何意？公公有所不知，臣妾自从到了南疆，日夜忧心陛下龙体，竟得了一种怪病，不数钱就手抽筋，只要一提到要把钱往外掏，这手就抽得跟鸡爪子似的，连笔都拿不住，更别提开库房拨银子了。荒唐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抄！公公别急，既然是圣旨，臣妾自然不敢不从。只是这资产庞杂，除了现银，还有海外的几百条船和南疆万亩荒地的弃置。公公回去告诉殿下，臣妾这病啊，只有陛下的亲笔批能治。只要陛下亲笔写个欠条，哦不，写个批红，证明这钱是陛下亲口要的，臣妾这手兴许就好了。否则万一哪天陛下清醒了，问起这笔巨款的去向，您这个脑袋够赔吗？五皇子这是急疯了，圣上还没哼气呢，他就敢私刻印章发诏书。老谢，信写好了吗？按姑娘吩咐写的，严思恳直言您病重垂死，手不痉挛，唯求陛下龙体安康。把那封信和1万两银票装在一起，顺便让给殿下带个口信，想要沈家的钱，让他自己带着真正的玉玺来南疆拿。若夫，你这样公然顶撞，五皇子若是借此扣一个抗旨不遵的罪名，咱们沈家就完了。嫂嫂放心，他现在最怕的是闹大。这诏书是假的，他敢去大理寺对质吗？他想空手套白狼，我就让他明白，我沈若弗的羊毛不是那么好薅的。这南疆天高皇帝远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没钱他养不起兵，没兵他就当不成真皇帝。咱们就这么吊着。病重垂死，手不痉挛，他这是在耍孤。殿下，沈姑娘还说，她说想要沈家的钱，得让陛下亲自写欠条来拿。哼，好一个沈若弗！殿下，沈家在南疆囤积居忌，显然是想拥兵自重。既然软了他不吃，就只能来硬的。沈家父兄如今被父皇收了兵权，南疆现在是一盘散沙。周将军，你带一队精锐入驻南疆，姑要你把沈家军的粮仓封了，把沈若环那个鲶鱼给我围死。他不是爱睡觉吗？姑这次要让他在南疆一觉睡醒，发现天已经变了。
沈老将军，圣上有旨，南疆防务暂由本将接管。沈家军劳苦功高，现由督战军负责换防。沈家军退居2线休整吧。刘将军，换防兹事体大，粮草调度尚未交接。不必忧心，本将来时已联系了南疆最大的粮商，军粮随后就到。说，姑娘，那周将军联系的确实是当地最大的德记粮号。那老板上个月刚把铺子抵押给了咱们，既然周将军想要新官上任3把火，那咱们就帮他把这火点不着。老谢，传令下去，把仓库最底层那些放了5年的陈年铁豆子都搬出来，送给督战军。记住，要宣扬的全军皆知。这是沈家大小姐自掏腰包送给督战军的见面礼。士兵们看着那一地袋袋沉甸甸的粮食，满心欢喜。看见没有，沈若帆再狂，还不是得乖乖给本将送粮。哎呦，我的牙！这饭怎么是生的？将军，这粮食邪门了，煮了2个时辰，锅里水都干了3回，这豆子和米还是硬的，能当弹珠使。这分明是放了不知多少年的陈铁粮啊！沈家军那边怎么回事？我怎么闻着那边有红烧肉的味道？真香啊！隔壁的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我沈家钱多，买不到那种精恶的陈粮，只能给兄弟们吃点现磨的新米和现宰的肥猪了。你们那铁豆子慢慢嚼，管饱。站住！临阵倒戈是死罪，你们要去干什么？将军，死罪也得吃饱了再受。沈姑娘说了，只要加入沈家军，天天管饭，顿顿有肉。咱不给东宫卖命了，咱给饭碗卖命。回来！姑娘，咱们派去大月之王庭的商队传并绝密消息。五皇子派了心腹薛大人密会大月之王，许诺只要对方出兵助他坐稳地位，事成之后割让南疆、云宁。畜生！南疆3城是父亲和将士们拿命守下来的，他竟敢为了那把椅子卖祖宗的地！我这人平生最恨2件事，一是睡觉被人吵醒，2是睡觉的床榻被人卖了。五皇子在京城怎么闹呢？那是他在自家窝里的，可他想引狼入室，让南疆百姓流离失所，讨了本姑娘的情吗？老谢，启动断桥计划。是。所有在海外商路流向大月支的铁矿、食盐、丝绸，全部原地扣押。我要让大月支的军队还没出门，就先闻到穷味。只要贵国出兵袭扰边境，牵制住沈家军，殿下登基之日，便是3城交割之时。沈若甫，这是殿下的谋略，你敢破坏大计，便是毁了大兴的未来。大兴的未来要是交到一个卖国贼手里，那才叫绝后。薛大人，你回去告诉五皇子，就说本姑娘说的，他这买卖做得太亏，南疆的地每一寸都姓沈，他敢动一铲子土，我就让他这辈子都住进土里。若甫，此举一出，你与五皇子便是彻底不死不休了。他若登基，第一个要除的就是你。爹，他登不了。一个手里没钱，军中没粮，还背着卖国罪证的人，顶多就是个在梦里当皇帝的疯子。我只想睡个安稳觉，谁要把我的床卖了，我就把他的命收了，这就是我的规矩。既然他想卖国，我便断了他的粮食。沈姑娘，别来无恙。殿下说边境将士受饿，他心如刀绞。听闻沈家在南疆囤有余粮，特命下官前来采购，价格嘛好商量。价格当然好商量，但我这儿最近不收银子了，那玩意儿沉，数起来手抽筋。不要银子？那姑娘想要什么？珠宝、古玩？我要地。听说五皇子这些年勤俭持家，手里攒了不少皇室密库流出来的粮田地契，还有京城周边那几个官办铁矿的开采权，拿那些来。那可是殿下的命脉，姑娘，你这1袋米要换1亩地，这简直是抢劫！太子特使说错了，我这叫救命。大月支的铁骑就在50陵外，殿下的兵要是饿得拿不动刀，丢的可就不只是地契，而是他的项上人头。伯父，你真要把这些地契弄到手，这可是把五皇子逼到了绝路上。爹，他既然敢卖国，我就敢抄家。这些良田地契落在他手里是养私兵，落到我手里，明年南疆和西北的百姓就有种不完的粮食。我这是帮圣上收回流失的资产。沈若甫，
你个贪得无厌的妖女！你要本宫半数的产业去换那1万担粮食！殿下，边境已经有营地哗变了，咱们粮不用大为想想。沈若甫说了，明早见不到地契，粮车就原地焚毁。给他，本宫先让他帮我保管，等本宫登基，一定要让他求死不能。姑娘，都是真的，连东郊那块龙脉旁的万亩良田都在这儿了。老谢，开仓，把那些放了1年的半新粮给太子特使装车，记得要当面称重。咱们沈家做生意最讲究诚信。你就拿这种粮换我们的皇室地契？这就是沈如妃卖给姑的粮，这就是姑拿东郊万亩洋田、皇家100年基业换回来的救命药。殿下，前线将士们拆开粮袋，看着这些猪狗不食的东西，已经有人开始闹响了。若是再没新米下锅，怕是要生变了。殿下，大月郡那边的密探也传回话了，说若是明日再不见像样的供词，之前签的那份割地通敌的契约，直接送进太和殿给圣上看。沈若甫，他是在逼姑去死！他知道姑没退路了，他在拿姑的命当戏看。太子特使传姑的旨意，调集所有亲卫督战军，带上重弩。既然沈家不给活路，姑就亲自去南疆，把属于姑的银子和粮一分不少的抢回来。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京城的司库空了，皇家的地契没了，连那身龙袍都要靠沈家的脸色。沈若甫，你不是有钱吗？你不是爱睡觉吗？姑这次就把你的南疆踏平，用你的命来填姑的坑。沈若甫，囤积军粮，要挟楚军。今日姑亲临一线，你若识相，便交出粮草和地契，姑尚可留沈家全尸。你看看你身后的兵，一个个眼发绿，那是看你的样子吗？那是看红烧肉的样子。对面的兄弟们，大兴人不打大兴人，殿下许你们封侯拜相，那是远在天边的画饼。我沈若环今天就给你们看点实际的。不许看，违令者斩！督战队，给我杀！斩？他连今天的晚饭都发不出来，拿什么斩？兄弟们，家里婆娘孩子还等着呢，你们在边境吃沙子，殿下在京城睡金床，这命卖给谁不是卖？不如卖给自己个儿。沈姑娘，俺娘等俺回乡种地好几年了，这仗俺不打了。好孩子，回家去吧，记得去沈氏粮铺领2袋新米。不到半个时辰，五皇子身边原本浩浩荡荡的军队竟然散了一大半，只剩下几个核心心腹。五皇子跌坐在马鞍上，看着空空荡荡的身后，整个人如坠冰窖。你竟敢用钱财蛊惑兵心！沈若甫，你这是妖术！这不是妖术，这是民心。殿下，兵者，民也，你连民都不顾，谁会为你守江山？这银票不是我沈若飞的，是这大兴百姓的血海，我今天把它还给他，让他们回家睡觉，有错吗？一曲人尽门前杂草，春有春耕自去春光。举杯了少年狂，自笑平生。现在唯一翻盘的机会，就是拿下皇位了。父皇年迈，神志已清，孤身为储君，自当主持大局。统领，若有乱臣贼子擅闯，格杀勿论。殿下，不好了，沈家船队封锁了通惠河。现在的我已经毫无退路了。大小姐有令，今晚京城封港，谁敢强行调兵过河，这海外大便炮就请诸位尝尝鲜。
殿下，龙一良小心感冒，若非轻伤，沈若甫要羞辱姑至此吗？父皇，您总说仙太子仁厚，可现在仙太子化作了黄土，裴延礼成了肉泥，这大兴只能由儿臣来救。你这个逆子！殿下，这么晚了还在救大兴？裴延礼死前托我给你带个话，他说他在下面等得挺寂寞，想拉你下去对对账。沈若甫，你竟然还敢入京！来人，杀！殿下看清楚了，这是从裴家密室挖出来的，还有这份密函，上面详细写了你是如何指使裴延礼在仙太子的列车里埋入钢针的。你以为你杀了兄弟，架空父皇，勾结外人，就能坐稳这把椅子？你算错了一件事，这天下的兵马可以听兵符，但这天下的肚皮是听沈家粮仓的。沈姐姐，我不会当皇帝。没事儿，不会当就学。姐姐给你找了这世上最会算账的老头教你，你只要记住，谁让你饿肚子，你就让他掉脑袋；谁让你吃饱饭，你就让他睡安稳觉。圣上口谕：沈氏若妃护国有功，封摄政长公主，特许见君不朝，见事不议，无诏不入宫，违令者也没关系。沈若甫，你赢了。可你这种人，注定要在这深宫里耗尽一生，这就是你的命。殿下，你又错了，我是挂名摄政，名头我领，活儿让那帮老头干。我现在要回南疆补觉了。沈姐姐，你这是何意？朕这龙椅还没坐热，你就要把沈家商号一半的家底都给朕？朕不敢收。这不是给你，这是给大兴。南疆要修渠，西北要发饷，京城这帮老臣还得养，哪样不要银子？沈家钱太多，容易招贼，搁在国库里，我睡觉都踏实些。不过陛下，姐姐这钱也不是白给的，我得跟陛下讨个恩赏。姐姐请讲，只要是大兴有的，朕绝不吝啬。第一，沈家父兄解甲归田，驻守南疆，五指不得调动，亦不得回京续职。第二，沈氏商号剩下一半的生意，朝廷不得干预。第三，赐沈家不诏之权，除非山河破碎，否则京城的加急电讯和圣旨，沈家人，特别是沈若甫，可以装作没看见。不诏之权，这可是太祖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恩典。若夫这是拿沈家半壁江山，换了咱们沈家世世代代的平安呐！小妹这一招财散人聚，把沈家从权力漩涡里彻底摘出来了。从此以后，咱们在南疆种田练兵睡觉，京城那帮人除了眼红，一句话也说不着。姑娘，一半的家底啊，咱们在海外的几条航线都划出去了，您当真不心疼？老谢，钱这东西够用就行，剩下的那是催命符。以前咱们得攥着钱去搏命，现在咱们有这道免死金牌，以后谁还敢吵我睡觉？再说了，那一半家底里，我塞了不少管理人才进去，明面上是朝廷的，实际上还是咱们帮着皇帝管。新皇帝聪明，他知道怎么用这些钱。五皇子虽然败了，但南疆3城现在只有沈家父兄守着，传令下去，3日后出兵。大王，军中现下不仅没粮，连战马都没草料了。咱们之前预定的商队全被卡在了边境。姑娘，大月支那边果然有动静。不过按照您的吩咐，咱们断了大月支所有的粮食，他们的盐引被扣，面粉停运，连他们最爱喝的硝石砖茶，现在在他们那儿都贵如黄金。人没盐吃就没力气，战马没草吃就跑不动。呼延局想打仗，他得先问问他的魏答不答应。老谢，传话给边境的沈家铺子，从今天起，沈家的1粒米1块盐都不许流进大月支。是。为什么没粮了？
沈家的商号为什么关门啊？沈家大小姐说了，大王动一兵，咱们就断1月粮；大王动一箭，咱们就停1年盐。大家伙，咱们快饿死了，还打什么仗啊？大王贵客，怎么边境的沙子不好吃，想来南疆尝尝我这儿的早茶？沈姑娘，是姑有眼无珠，大月浙境内已闹了3日饥荒，百姓哗变，战马倒伏。姑今日不是来打仗的，是来求茶的。求茶好说，但我这茶贵，我要以后沈家的商队在大月支如履平地。依你。大王爽快，喝了这杯茶，回去让你的兵撤后30里。我这人睡觉轻，不喜欢听马蹄声。沈大人，沈大人，沈大人，战争不一定要动刀动枪，让他们依赖你，比让他们恐惧你更有用。这里得挖个池子，种上睡莲，夏天坐在这纳凉，风里都是荷花香味儿，最适合睡觉了。若弗，你真的打算把那些流离失所的官眷、被退婚的姑娘，还有像我这样裴家倒台后无家可归的女子，都接过来？嫂嫂，我这是为了偷懒。你想啊，他们个个知书达理，精通绣活或者管账，我供他们吃住，他们帮我管着漫山的产业，咱们这叫共赢。诸位姐姐别紧张，这儿规矩不多。第一，不许提以前那些伤心事儿；第二，不许在这儿讲什么3从4德，谁提我罚谁扫厕所；第三，这位林院长说的话就是这儿的最高旨意。我呢，只是个出钱的闲人，以后有事儿找他，睡觉找我。各位，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。沈姑娘说了，余生很贵，咱们不为男人活，为自己活。姑娘，京城那边传来消息，不少权国在背后议论，说您有损皇家威严。告诉他们，要是再敢多嘴，我就把他们养在外面，现在求助无成的那些苦命人也接过来，到时候看谁脸上挂不住。姑娘，您这真是全天下女子的救命恩人，也是全天下男人的催命符啊！这个世界对女子太吵了，我没本事叫所有人闭嘴，但我能在这南疆给他们留一方睡得安实的枕头。陛下，摄政长公主沈氏平蛮夷安国库兴福利，此等功勋若不回京亲受万人敬仰，册封大典如何算得圆满？朕也想姐姐，可姐姐在信里说她最近身体微恙，定是南疆偏远，医术不精，请陛下下死旨，接长公主回京调养。姑娘，京城的接辖大队已经过了锦州了，领头的公公说，圣上为了接您，连纯金打造的凤辇都准备好了。凤辇那是坐着睡觉的地方吗？那是显摆给人看的刑具。嫂嫂，你说我要是回了京，还能像现在这样一觉睡到晌午吗？你若回去，怕是晨起行礼的大臣都能把棉轩的门槛踩烂。老谢，嬷嬷，本姑娘要给圣上回信，既然他们非要治我的病，那我就给他们来个大的。公公，我家姑娘说她突患恶疾，名曰梦游之症，发作时六亲不认，且力大无穷，最爱拆房子。臣妾心向往京城，奈何恶疾缠身。近日梦游不慎将南疆都督府的后墙拆了3丈，太医云此乃思乡过度导致，若强行进京，臣妾恐梦中误入金銮殿，将那大殿柱子也当成木柴给劈了。拆迁？姐姐说她会拆迁？哦，为了圣上的龙椅安全，为了京城的土木和谐，还是让臣妾在南疆睡到地老天荒吧。我陛下执意召见，请先备好修缮故宫的预算。荒唐，简直是旷古奇闻！长公主这是赤裸裸的威胁！够了！既然长公主病得如此严重，朕岂能强人所难？长公主沈氏梦游报国，功在千秋，准其在南疆长期疗养，飞山河巨变超听，永不征召。小妹，你这梦游拆迁的名头传出去，以后怕是没哪个媒人敢上门。那才好呢，没人娶，没人照，没活干。哥，你听，这才是地老天荒的声音。老谢，我饿了。红烧肉还得再炖半个时辰。荔枝倒是熟了。嬷嬷，这荔枝今年比去年甜，肉厚，汁水也足。姑娘，那是自然。现在的南疆水路通了，商路顺了，连老天爷都给面子。小妹，京城送来的密报。小皇帝今年大婚，他说本想接你回去主婚，但想起你那梦游拆迁的毛病，硬是没敢发诏书，只求你送幅墨宝过去镇宅，
这天下也就只有若夫能让皇上想见而不敢见。咱们沈家在南疆这几年，当真是过上了神仙日子。墨宝没有红烧肉的方子可以给他用。当皇帝太累，让他多吃点好的。若甫，谢谢你，你给了我们一个不用依附任何人，也能睡安稳觉的地方。其实我真的只是想好好睡一觉而已，折腾这么久，总算没人吵了。